笑死我了！杰哥这个 AI 视频也跳得太诡异了吧？这扭的比他自己要跳得好，这跳着也太骚了！我勒个豆儿，这健哥的大粗腿，笑死我了！你看，这就是带封闭式耳机的下场，老板来了都发现不了。健哥，你什么时候过来的？你不是很喜欢看跳舞视频吗？哎，就给观众跳个这个舞吧。健哥，我错了，我再也不上班摸鱼了。停，你跳的太干巴了。晨晨啊，看来你这个跳舞啊，需要点高保真的节奏感。健哥，你这是干啥呀？咱们要改行摆地摊啦？哎呀，既然你工作的时候这么闲，哎，就交给你一个任务，来做一个当季热门的开放式的耳机的横屏。哎，这里有3个耳机，少英的 Open Dots One 还有华为的这个 Free Clips 号，还有这个南卡的这个 Clip Super 2，里面呢有的是1000多块钱的，有的是只有几百块钱的。只要你能盲听出来哪个是1000多的耳机，哎，今天这舞就不用你跳了。但是如果说你听不出区别呢，哎，今晚加班把这3个给做了。我去，黑心老板又让我加班。Hello， 大家好，我是晨晨。当耳夹式耳机的价格被拉开到2、3倍，体验差距是否也会被同时放大呢？接下来大家就和我一起看看吧。首先是外观方面，华为的充电仓最小，和苹果的 AirPods 充电仓差不多大。少英和南卡的则是要明显胖了一圈，南卡还要比少英厚一点。华为能够做到充电仓只有别家2/3的体积，足见其强大的工业设计能力。接着我们打开充电仓，耳机本体也对应充电仓的体积，华为依旧最小，少英其次，南卡最大。但我们上秤一看，结果有些大相径庭，看似体积最大的南卡居然是最轻的。华为单耳比南卡重了0.1克，少英更是重了1.6克。当然，对于耳夹式耳机来说体积和重量并不是最重要的，佩戴体验才是关键。华为在佩戴这一块依旧是目前耳夹式耳机里的 T0梯队，戴上去感觉和没戴一样。少英和南卡的佩戴感受类似，对比华为来看，就是从无感到近似无感。它俩具体的差距就是材质带给人的不同的感受。南卡在与耳廓接触的位置内置了气囊矩阵结构，可以更均匀的分散压力，佩戴时有一种顺滑贴肤的感觉，长时间佩戴也不容易产生不适。而少英采用的是硅胶材质，初戴时稳定性不错，但会带来轻微的阻塞感，时间一长，耳廓位置可能会强化这种感受。3个耳机在我们甩落测试当中都稳稳的戴在耳朵上，大家不用担心会掉落的问题。从佩戴体验来看，如果你平时戴耳机的时候不会觉得耳机异物感很重，那么少英和南卡的体感都能够做到近似无感。如果你的耳朵比较敏感呢，总觉得有异物压迫的你很难受，那么这种情况下其实还是无脑选华为。接下来是很多观众最关心的音质部分。先来看硬件配置，华为受限于球形结构，采用的是10.8毫米超澎湃双琴单元。少英的腔体体积比华为大，也就更从容，采用的是内磁式11.8毫米双驱动单元。而南卡腔体体积是3者里最大的，采用的是没有标注尺寸的 NanoNES 旗舰动圈单元。我们从外观来看，腔体大小是华为小于少英，小于南卡。众所周知动圈这种东西1寸长1寸强，底大一级压死人。更大的单元意味着能够推动更多的空气，理论上低频表现会更有优势。下面为了公平起见，我们统一连接同一台 OPPO Find X8S， 默认 EQ 音量调为70%。再
从这段鼓点当中也是能够明显听出前面腔体的差距。南卡在低频下潜和量感上表现得非常突出，把低频下潜这个词听感化的很直观，鼓点的存在感明显更强。接下来我们来听音乐中的中高频部分。让我与你握别，再轻轻抽出我的手，直到思念从此生根，华年从此停顿。热泪在心中汇成河流，热泪在心中汇成河流。这下三者基本没有拉开什么差距。接着我们来试试电影，看看在观影中有没有差距。It's not possible. No, it's necessary. It's not possible. No, it's necessary. It's not possible. No, it's necessary. 从这段电影片段的声场表现来看，南卡的声音取向非常明确，通过更大的声学腔体换取更强的低频量感和更宽阔的声场表现。这种以体量换体验的思路，让它在观影和沉浸感方面表现出明显的自身特色。那从音质方面来看呢，如果你平时喜欢听一些动次大次的音乐，看一些声场开阔的电影，南卡这种表现风格会非常讨喜。如果你喜欢杜比，那么独占杜比音效的韶音也会是你的心头好。至于华为，如果你对音质不是特别感冒，也是十分均衡的，有得就有舍，你不能既要求人家体积小、佩戴无感，又要求别人音质爆炸吧。试听完音质部分，我们再来看看延迟与连接表现。华为在不连接华为手机下，和南卡都是蓝牙 6.0 加 AAC 加 SBC， 韶音则是蓝牙 5.4 加 AAC 加 SBC。接下来我们用3款耳机分别连接1加 13T。华为和南卡打开游戏模式，韶音没有游戏模式，用的就是标准模式。额外提一嘴，韶音和南卡的 app 都是可以不登录的，而华为则是要强制登录。只能说不愧是华为吧。然后我们开一把和平静音，通过对比画面开腔和耳机出声的瞬间来判断耳机的延迟表现。结果显示在非华为手机上，南卡和华为的延迟控制表现接近，韶音略慢一些，差不多慢了7帧。韶音亏在蓝牙版本落后和没有游戏模式上。那华为 FreeClick 2在华为手机上用自家的星闪技术，肯定会比南卡要更快。接着呢，我们来测试一下多设备切换。3款耳机分别同时连接 OPPO Find X8S 和1加 13T， 先播放 OPPO 手机的音乐，再播放1加手机的音乐。南卡大概3到4秒左右就能自动从 OPPO 切换到1加，而华为和韶音会在2台手机上同时显示播放状态，但耳机的实际音源仍然停留在 OPPO， 需要手动停止 OPPO 的播放才能够切换到1加。在这个场景明显是南卡获胜，但华为的多设备切换其实是主要针对自家的产品，能够在多个华为设备之间无缝流转。在多设备切换这方面如果你是非华为用户，那么南卡体验更佳；如果你是华为生态的用户，那么华为 FreeClick 2的体验就是断档领先了。最后来看通话降噪表现，这次参与对比的3款耳机都配备了通话降噪技术。下面是我在马路边环境下实测效果。这里是华为 FreeClick 2通话降噪测试。这里是韶音 OpenDot One 通话降噪测试。这里是南卡 FreeClick 2通话降噪测试。
大家觉得哪一款耳机的通话降噪表现最好呢？欢迎把你的答案打在公屏上。以上就是本次测试的全部内容了。这个测试结果也是让我大跌眼镜啊！我以为差价3倍，体验不说差3倍，起码也是有个明显的差距了。结果啊，却是3款耳机各有各的优势，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华为的策略其实和苹果有些类似，都是主打特色功能，针对自家用户进行优化。你要是提音质的话，那就……你是故意找茬是不是啊？如果你是华为用户，不是特别在意音质的话呢，那么华为自家的星闪技术能够让你体验到安卓阵营里最好的低延迟以及多设备之间的无缝流转。如果你的耳朵十分敏感，你买耳夹式耳机是为了华为的宣传来体验无感佩戴的，那么华为 Free Clip 2绝对物有所值。少音 Open Dot One 则有点默默无闻的意思了，不过它的续航呢是3者中最长的，单耳10小时，配合充电仓能够达到40小时，而且独占了杜比音效，音质表现也十分不错。如果你想要一款长续航加音质说得过去加支持杜比音效的耳机那这是你唯一的选择了。至于这里最便宜的南卡 Clip Super 2，则是像把钱花在了声音取向上，凭借更大的声学腔体它在低音量感和声场表现上确实给到了超出价位的反馈。蓝牙 6.0 呢，也给它带来了足以媲美华为 Free Clip 2在连接非华为手机时的延迟体验。但是你得接受它的续航不足，华为和少音佩戴感没有华为的无感，需要区分左右耳，以及缺少智能佩戴检测功能。之前如果你让我推荐一个又便宜音质又好的耳机，我会觉得你既要又要，但是现在南卡 Clip Super 2完全能够冠名又便宜音质又好了。如果你的要求是便宜加音质好加延迟低，那么南卡 Clip Super 2是一款性价比非常高的耳夹式耳机。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不知道你会选择哪一款耳夹式耳机呢？欢迎留言弹幕与我们交流。有款的用户别忘了点一个小铃铛，点一个赞。夜幕是全职的 YouTuber， 你们点赞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如果想要了解更多电脑资讯的话，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玩科 CWK。如果想要购买电脑的话，也可以来我们的淘宝店铺潮玩国度数码。这里是潮玩课，我是晨晨，我们下期再见，拜拜。